男嘉宾小刘22岁，来自河北学生；女嘉宾小田22岁，来自河北学生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哎，主持人好，各位老师好。好，特别有礼貌的俩孩子，都是河北人。对，是一个地方的吗？我在保定上学。我是在北京上学，但是我们家是一个地方。怎么那么远就认识了？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朋友啊，然后有一次在同学聚会上，就是一起吃饭嘛啊，然后我看这个女孩挺好，人挺热情，也挺可爱的，然后我留了一个联系方式，说以后可以交朋友。后来我们就慢慢处着就好了。啊，谈了几年恋爱了？1年多。这中间听说还挺波折是吧？是，还分过一回手是不是？对。什么时候分的手啊？就是自从我妈让我出国留学开始，她就一直跟我闹别扭啊。然后有一次吵得特别激烈，她就非让我在她跟出国之间选一个。我觉得我爸妈让我出国也是为了我好，也没有什么我不能去的理由。她就特别接受不了，她说你要是坚持出国的话，那咱们就分手吧。我那段时间也挺崩溃，我说那大家就冷静一段时间。这分了多久啊？分了没有多长时间，就分了有1、2个月，然后我又找人和好了。你又找人和好是吧？对，其实在我心里，我俩那些矛盾过了1、2个月之后，我都在自己心里都化解了。但是我更重视的还是我俩人的感情，所以我就去找人家了。自己想去留学吗？其实当时我也没有怎么想，就是我爸妈跟我说想让我出国，其实我也挺没主意的，我就接受了这个要求。其实我就是觉得，你看他妈妈说让他去，他就去了，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。本来我们俩现在就是异地恋，异地恋就挺难熬，坚持这么长时间，然后再一出国又异国恋，这都熬不出来了。所以我当时就挺着急。你是害怕失去他是吧？对。但主持人，我觉得他有的时候做法特别偏激。我俩不是刚才说分过一次手，后来和好了，我就以为他同意我出国这个事儿了，俩人也挺高兴的。直到有一次他来保定找我，见了面之后，他扔给我一沓资料，说你好好看看这些。我就翻翻，我那里边都写的什么呀？都是说什么国外治安多么多么不好什么的。更过分的是，他后来紧接着跟我说，他说你如果以后去国外了，你肯定会遇到这些危险，你就一定不要跟我说，因为我又不在你身边，我也没有办法。我那段时间其实我挺难过，就他拿那资料吓唬你是吧？对，他还一直给我泼冷水。其实我感觉他要出国，这都是他即将面对的，这些东西他都考虑不到。我作为他男朋友，我都要告诉他。其实确实应该考虑，就是你不管去哪儿去读书、留学、生活。它既有好的一面，也有不好的一面，都应该做些准备，这也没什么哈。对，这也没什么。但是我觉得，就是自从他要出国开始，我就有一件事，我就是特别耿耿于怀。不是得报语言班嘛？然后人家告诉我说，班里有个男生喜欢他。说你这本来我就挺生气，然后你又告诉我，我就说不行，你得严词拒绝他。后来我就发现他俩聊天记录，他就没有严词拒绝人家，人家那个男的对他一些关心，他都有所回应。然后甚至有一次我发现，就是晚上跟我说完晚安之后，人家俩人还聊天，聊到凌晨。不是，你是怎么发现的呢？就是他手机在那放着，我能打开，就看了一眼。我一看那个男的，我特别敏感对这种事儿，然后我就看见了。主持人，其实那个男生我跟他说过我有男朋友，然后之后他再跟我说话，我觉得就是出于朋友之间的，我一次不回的可以，但是一直不回的，我觉得就是特别不礼貌。而且每个周末我们都在一块上课，那见面了，我觉得更尴尬。而且对于这件事儿，其实我觉得换一种方式解决没准更好。就他可以来保定叫上那个男生，我们一块吃个饭什么的。我觉得你就跟他混熟了，然后当哥们儿一样，以后我们一起出国了，你让他就是有个照应之间的，你看主持人，我觉得也挺好的。还有个照应，我觉得作为我是男朋友，我把他看成一个第三者的身份，他让我跟一个第三者去吃饭，完事儿之后，我把男朋友的责任给了另一个人，让他去照顾我女朋友。我现在就感觉人俩就是培养感情，到时候离我远了，他俩近了，我就成备胎了。这个担心是非常正常，姑娘，你这事儿也想单纯了，对吧？其实也不光是这个事儿，主持人，还有一次，其实我心里也挺难受。其实我知道我上语言班就是时间比较紧，也不可能每个星期都去看他。我跟他说过，我觉得他应该可以理解我。
然后有一次他给我打电话，他说他胃特别疼，疼的就动不了了，然后说在那儿也没有人照顾他什么的。其实我听完我挺心疼，我就拎着大包小包我去北京找他。到了北京之后，我给他打电话，我问他在哪个医院，他告诉我了，我打车赶紧过去。到那之后，我发现他在医院门口站着呢，我就有点纳闷儿。然后我走过去问他怎么回事啊？他还挺高兴，他跟我说我给咱们报了一个旅行团，说咱们去旅游吧。其实这个病他是装的，说他是骗我的，他就是想考验一下我还对他是不是真心的。我觉得他不可理喻。之前我们都是1人1周的那样见面。但是已经持续好几个月，他在准备他出国。我让他来，他一次都没来过。不管我以各种理由让他来，他都不来。然后我想给你一个惊喜。主任，其实他之前也给我准备过挺多惊喜，我也挺感动。但是我觉得他让我开心也应该分时候。他明明知道我那段时间时间真的是特别紧，我觉得他要是想让我开心，起码应该站在我的角度上，就替我考虑考虑，就这些事儿。所以这个事我就觉得他做的特别过分。然后后来他们有一次同学聚会，他们都喝酒，也到挺晚的了。我其实挺担心他的，我也一直没有睡。我就想等他回宿舍了，然后跟我说一声。后来我翻朋友圈，翻着翻着，我发现他发了一条朋友圈，内容是啥？是他跟一个女生的合影，俩人还挺亲密。当时我就挺生气，我打电话过去，我就问他，我怎么回事？那个女生是谁呀？他喝多了，含含糊糊的说不清，就说大家都在一块玩，挺高兴的。我觉得这个理由特别不能理解，我就把电话挂了。挂了之后，我以为没啥事了，紧接着我就收着他给我一个微信，一个聊天截图，就是那个女生跟他表白。我觉得是个女生，看着这种事儿都受不了吧。我知道咱们俩的感情没有之前那么好，但是为什么还要这么刺激我？然后他还说一句，就是最让我觉得已经伤心的不行的话，他就说如果我出国的话，他就立马跟那个女生在一起。那天就是我预想的就是如果他看见那张朋友圈，没错，我就是发给你看的。我预想的是你看见之后你很生气，你很在乎我，你会就是对我大吵大闹。没想到你就是漠不关心的把电话挂了，你根本不关心我在干什么，我在哪。你现在脑子里只有你听你父母的话。不是，那你那这女生不也向你表白了吗？这肯定不是预想吧？但是就连那个我觉得都没有刺激到她。怎么没刺激到？这姑娘都哭成这样还没刺激到啊？她当时表现的就是很不在乎。那你希望她怎样呢？我觉得起码应该，如果换作是我肯定会大吵大闹，应该电话里就能哭出来。不是，那你希望她吵闹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我觉得起码这样证明他在乎。爱情可不能干这事儿，小伙子。其实我知道，我做了一些可能大家觉得不能理解的事儿，但是我一想到他以后出国，以前我们各种约定，就那些美好的事儿，我觉得那些都实现不了。我们第一天在一起是看雪的第一天，第2年第1场雪的时候，我就偷偷买了一张票，我去陪你看。我说每一年每一场我都陪你看，但是以后你说这下能实现吗？我们熬不出来了。怎么熬不出来？读硕士是吧？就是2年，他就觉得。对啊，不是1年半吗？大拇期该1年半就应该回来了嘛。是吧？是。读完还回来吧？回来。不是再有1年半吗？对，我觉得还没有出去就已经是现在这种态度。就你担心了是吧？我很害怕。实际上面就面临着姑娘人生有一个转折是吧？在这个转折的关口，你的男朋友不愿意陪你一起走，是不是这意思？是。男生也觉得特委屈是吧？熬不下去了。我觉得他就是现在就是感情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啊。你在乎吗？我在乎。对呀。其实我一直把他当成我最贴心的人，我希望在我困难的时候，他能够帮助我，陪在我身边，跟我一起度过。但是其实我爸妈也给我挺大的压力，他这边又不断的给我泼冷水，给我施压，我有时候自己真的承受不了这么多。我就觉得现在这段感情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折磨，一种煎熬。压力太大了是吧？你特难受是吧？那你跟那个照片那女同学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们俩其实没有关系，我跟她什么都没有。
那你发那个照片和截图就是为了气他的是吧？我不想让他走。哦，行了，老师们看看这个难题怎么解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其实我觉得你现在有一点就是过于的把未来的问题前置化了，你懂吗？就是你担心很多都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，未来谁知道怎么样啊？他出国是好是坏，能不能出得成？申请的学校要没要他？语言关过没过得了？这很多的问题呢，没到那一步，就是一定要走那一天的时候，你已经把你们的很多未来的问题放到了现在。就未来那些没有发生的事情，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去考虑它呢？为什么不好好珍惜当下呢？而且换言之，他已经要决定要出国了，你不更应该珍惜现在的光阴，好好的陪在他身边，爱护他吗？表达爱意、表达舍不得、表达关心的方式有很多，但你恰恰选了最糟糕的一种方式。而且出国和你不是一道选择题，他不是说选择了出国就证明他不爱你，也不是说他选择不出国就证明有多爱你。他就算为你留下来，放弃了出国，违背了爸妈的意愿，你能担得起这份沉甸甸的责任吗？你想啊，他未来的10日里面会说，我当时为了你都放弃出国了，跟我爸妈闹得天翻地覆，你不会难受吗？人生的选择没有任何人能去干预，或者没有任何的人能去帮他做决定，让他去做他的选择，去选择他走的路。你如果坚信你们的未来，坚信你们感情，就陪在他的身边。你们爱得这么真诚，那就享受这份爱情就好了，是不是？好，祝你们幸福啊！男生，我问你个问题啊，为什么这么害怕他出国？我觉得就是我们说你最根儿的那个原因，不是觉得啊出国我们就联系少了，沟通少了，然后就会分手了，这是结果，不是原因。因为我帮你说吧，原因是你对这份感情不自信，没有信心。异地一定出了很多问题，可能刚才因为时间所限没有说好多的问题，更别谈异国了。所以说即使他留在了身边，他也可能去在其他的场合遇到其他的男人，可能也会有喜欢他的。你敢保证他留在国内你们俩就没有问题吗？所以这件事情的问题不在于说出国与否，在于你们两个人彼此对这份感情到底有多真，到底有多深。你是坚定的不让他出国，他是犹豫。如果说你要是正常的用正当的方式去跟他沟通，有可能他选择留下，因为他在犹豫期。正是因为你的不理解，甚至于拿一些没原则的事情来威胁，软硬兼施啊，使他坚定了要出国。所以给你们的建议是，千万不要现在做出一个违背对方意愿，甚至是影响对方前途的事情，因为你们负不起这个责任，你们担不起。如果他为你留下来了，不见得是件好事儿，反而你为了他让他出去了，这是一个考验你们爱情的一件好事儿。如果说你们能接受这1年半的相思，1年半的异地的相恋的话，回来修成正果。如果坚持不下去，他出去了，他有他的另外一条路了，其实你要为他祝福的，因为你没有为了让他留下来阻挡他去而背负上对他的愧疚，所以珍惜眼前吧，就这样。我对这个姑娘印象特别好，她站在那儿站得笔直，头发整整齐齐，其实她真的是一个规规矩矩简简单单的姑娘，或者说她的思路真的没有那么复杂灵活，就是比较单一。所以她真的就是觉得我就是出过国，因为我妈让我去，我并没有更多的想法说我出国了有可能我会遇到更美好的人生，甚至一个更美好的男朋友。他对那个学校里边对他献殷勤的男孩子，他没有拒绝，他真的可能就是想我们出国有个互相的照应。当然这个方法非常不可取啊。所以在这点上，我倒并非觉得男孩的担心是过多的，是多余的。因为很有可能姑娘以你这样简单思路，
你很有可能出国之后，生活遇到了困难，学习遇到了麻烦，那个男生在你身边，他总陪你，然后你很感动，他不要求回报，真诚的付出，你就开始不知所措了。你想过，如果真的发生这样情况，怎么面对吗？所以我们可以接受自己是单纯的，但生活是相对复杂，要去思考的，你明白吗？你的做的不妥之处在于，你忘记了你的身边有个他和你一直在并肩啊，你不能这么只看自己脚下的路，他的那条路在你旁边，所以你要让自己多去思考一下，他就不会这个样子。而小伙子，我相信你是喜欢他，想留住他。但是你知道为什么他现在说想和你分手吗？是因为你确实在考验来了的时候，你表现得不够好。他需要一个他将来比如说出国了，遇到生活困难，又有另外男孩想要打动他的时候，有一个男朋友告诉他，我在，你放心，不要接受他的好感，有我都会好。你没有这样的胸怀，没有这样的气度，你怎么去呵护这样一个相对单纯的姑娘呢？所以你要想想你的问题在哪里。如果你真的想和她在一起，你要把你的胸怀练得更宽广，肩膀练得更厚实。希望你们能够经得住考验。谢谢。当女生说到你可以跟那个男生追你的男生混成朋友，以便于在国外的时候可以把我托付给他这倒是显得你确实挺天真的，我倒不觉得你心里会有别的想法。你和他其实感情也不深，这几年来都是异地恋，周末相会，但是将来你在那儿的1年半到2年，你将要和那个男生朝夕相处，你能保证不发生感情？我对你们俩的看法就是一个非常简单，就你们俩感情没到那一步，你们不过是周末情侣而已，并没有生活中的朝夕相处。如果你要是一旦留下来，你会发现他更多的问题，你会更想出国，更想逃。所以其实你走是好的，你走了以后，你过你的，他过他的，依然处于这种周末的状态，你也不必担心。在你与他异地恋的这2、3年，你跟他只是做周末情侣，他也和他的同学朝夕相处，要发生的早就发生了，你说对吧？对。所以你何必担心呢？担心有什么意义呢？有的时候你越是想让对方留下，越是显露出自己内伤的一些软弱，那不索性就让他走了，去吧如果你真的有那么爱他，即便是有了距离，那也会产生思念，比捆在一起彼此反感要好得多。希望你多给他一点鼓励，好不好？好，就这。顺其自然嘛，都不要强求嘛。我倒同意曲老师那个看法。这2年如果能扛过来了，说明那个爱的浓度是有的。其实你不仅担心他，你也担心自己是不是能扛得住诱惑吧？都有吧？其实就是对那份情感的不确定性嘛。生活是在变化的，其实我们每天都面临考验，所以你们愿意坚守，就顺其自然的走，珍惜当下。如果你们当下都不好的话，是在哪儿不都是分吗？好不好？来，一起进入那几天喝方红糖，真情60秒。我觉得这么长时间，咱们2个熬过来这么久，我确实之前做的那些事儿都太傻了，但是我希望你明白，它全都是出自我内心最深的感受。我只是想对你好，我只是想尽我可能把咱们俩感情像原来一样好。我没有注意到方式，我觉得对不起，我以后一定要像老师说的那样，我要作为一个男人，我要扛起来那种责任，那种支持理解你的，拿出那种样子来。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支持你，我都理解你。我知道自从我上了语言班之后，对你没有以前那么好了，
以后我也会注意这些问题，我也会对你像以前一样关心。好，谢谢两位，请回吧，谢谢你们。请关门。来，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，请开门。就在一起，谁让我们相遇？以后的日子，我们一起相依。